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或许你已经读过很多本书或互联网文章，试图寻找能够治愈您内心的不安、疲惫和困扰的方法。那么，您可能已经读到过许多关于要做回自己，不需要讨好每个人，不需要满足周围期望的信息。但是，光靠这些信息，您的内心真的会变得轻松吗？您可能会觉得自己需要按照某种方式行动，按照某种标准生活，感到自己落后于他人，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被同事嘲笑。在追求满足他人期望的过程中，您可能会感到焦虑和困扰。我想告诉您，您无需为了取悦他人而努力，您无需满足周围的期望，您可以以您自己的方式生活，您就是您，这样就足够了。也许你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信息很多次，但是这些信息真的能让您的内心感到轻松吗？您可能会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这种固执的想法会让人心灵承受痛苦。很多人在努力满足他人期望的过程中，心身俱疲，甚至会责备自己无法满足期望。许多书籍都提到要活出真实的自己，这样的信息对于放下执着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让我们更接近真实的自己。然而，我理解很多人会担心，即使不顾他人的眼光，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否真的好？是否会破坏人际关系？这种担心可能让我们感到不安，无法采取行动。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实际上，仅仅意识到放下这种执着是不够的。作者说，重要的是要理解放下执着的好处，包括不需要满足他人期望的心态，以及不满足他人期望的好处是什么。只有当我们了解这些好处时，我们才能真正放下执着，过上比现在更宁静、更快乐的日子。今天我要推荐的书籍是由一名心理咨询师所撰写的《1秒钟消除不安的大百科全书》一书。这是一本非常有启发性的书籍。现在让我们开始吧。在本期视频中，我将为您介绍以下视频内容：第一，关于为什么无法真正做回自己；第二，将解释如何做回真正的自己。首先，让我们从为什么无法真正做回自己开始解释给大家听。作者曾帮助过3000多名有各种各样烦恼的咨询者。他发现，虽然有很多人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但也有很多人在解决问题方面无法迈出步伐。作者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执着于这样做的想法。他们受到社会常识和他人的言论的影响，执着于这样做的想法，无法真正做回自己。举个例子，有些人因为上司的权力欺凌而考虑换工作。这些人已经知道自己的问题，并且有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有相关的指南。然而，由于执着于一旦进入公司就不能轻易逃离的想法，他们无法采取行动。另外，还有一些人执着于必须做到这样的想法，比如夫妻关系不好，感到痛苦，想要离婚，但是因为结婚了就必须终身相伴的想法，或者不想要接受朋友出去玩的邀请，但是担心自己会被认为不合群的想法，或者被迫参加上司的饭局，但是担心拒绝会被降职。这些执着的想法阻碍了他们逃离让他们感到不快的事情和压力。很多人无法从这种常识、社会观念和他人眼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是因为日本社会存在着同质化的压力。很多人无法摆脱这种思维框架，无法迈出一步走向更好的人生。换句话说，这可能是因为日本人从小就接受了强调同调性和协调性的教育，通过读懂气氛，优先考虑他人而不是自己的意愿，以及与大家一起行动被认为是正确的意识。因此，如果自己持有少数派的观点，就会担心受到批评或被排除在外，不得不迎合多数派的观点。随着对合群的执着加强，越来越难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越来越难以追求真正想做的事情，内心只会受伤。放下这样做的执着，接受自己，过着自己认为合适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无法接受这种方式的人来说，他们每天都会感到痛苦。而当他们偶尔想到人生只有一次，是否真的就需要这样过下去时，会更加沮丧。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法采取行动，因为只要按照大家的方式行事，就不会遇到太多波折，也不会面临太多失败的风险，也不会担心被周围的人排挤，所以他们选择忍受自己的意愿，以获得未来的安心和可预见性。在现代，转职现象越来越普遍，但依然存在着对中途离职的负面印象。当向家人或前辈等寻求关于工作辛苦、想要辞职的建议时，经常会遇到阻止您逃避现实、说没有轻松的工作、太天真等言论。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说出这样的话，可能是出于对您的好意，但也是出于偏见，认为厌恶的工作就应该忍耐下去，认为只有缺乏毅力的人才会选择辞职。您周围是否有人真诚地倾听您在这种情况下的困境，了解您经历了多少痛苦？他们是否真正关心您希望过怎样的人生？有些人认为工作应该经历艰辛积累辛苦的经历才能变得更好，但这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在同样的时间里工作，与其忍受在不适合的环境中坚持，不如寻找一个对自己来说更舒适、更有生产力的工作环境。这肯定会让您的人生更加充实。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放弃任何工作，还需要考虑自己的适应性。但是辞职并不是一件消极的事情，它是为了在更适合自己的环境中过上更好的生活而采取的手段。这一点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真正做回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通过与众不同来区别自己，摆脱大家的圈子，转变为一种没有明确方向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习惯看着父母的样子生活，按照上司或前辈的样子走职业道路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可能非常困难。但是明白这种状态不行，却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能继续忍受以前一样的妥协，这样的日子也是令人不快的。因此，我想有些人可能会鼓起勇气，在关注周围人的目光的同时，至少改变您的行动。如果能成功就更好，但很遗憾，许多人无法展现出真正的自己，最终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境地。当您受到周围人的负面反应或攻击时，逐渐会失去相信自己的能力。对于自己是否真的可以这样过下去的不安，会压垮人，无法继续前进。让我们再以公司为例来说明。当加入公司等社群时，会开始在意周围的眼光。以一个每天加班到末班车时间的年轻男性为例，他的上司认为年轻人应该努力工作，即使有些困难也要全力以赴。他每天长时间工作，感到精疲力竭，无法与家人一起享用晚餐或与小孩一起玩耍，他为此而烦恼。于是他下定决心不再加班，告诉自己孩子的成长时期很短暂，现在就是时候了。他开始付诸行动，他与家人共度愉快的时光，时间充裕了，身体状况也逐渐的变好了，他的生活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公司内部的氛围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的同事们开始批评他，认为他违背了上司的方针。他们都在忍受加班，而他却在耍小聪明。人们往往会受到所属集体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往往更容易对那些采取相同行为的人给予积极评价，而对于他们不同的人采取对立的行为。结果他逐渐变得难以说出我先走了，担心同事们指责他是对工作倦怠不上进的人，无法应对周围的压力，最终又回到了加班的生活。尽管他已经拥有了与家人共度的宝贵时光，但他却无法相信自己做出了与周围不同的选择。这就是执着于这样做所带来的弊端。他如果能坚持下去，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他坚持定时下班，就能近距离关注孩子的成长。尽管工作可能有些辛苦，但与家人一起享用晚餐的乐趣将成为他战胜工作的动力。您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来过好自己的人生。如果你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与执着于这样做彻底告别。接受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即使有迷茫，也要继续行动。人的价值观因人而异，选择自己想要的事情，即使未来不确定，也比为了迎合周围而放弃自己的人生更有益。当然，如果您选择并理解了这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选择对您来说就是正确的。
但请记住，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您是心甘情愿地做出选择，而不是被迫迎合，这是不同的。接下来第二部分，我将解释如何做回真正的自己。您认为放下这样做或应该这样的想法，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是不可能的吗？您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冒险，一种无谋的挑战，但请放心，事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放下这样做的想法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他人说的只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而并非绝对正确的价值观。事实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价值观，人们往往会无意识地只收集与自己价值观相符的信息，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对于与自己价值观不符的信息，人们往往会找出符合自己利益的理由来否定它。因此，接受外部的新信息并更新自己的价值观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往往会优先考虑周围人的评判标准，而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然而，从未接触过外界的人往往无法意识到这种不合常规，所以放下这样做的执着并不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的选择，接受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即使有时会感到迷茫，也要坚持行动。与其为了迎合周围而放弃自己的人生，不如选择自己而不顾他人的行动，这对自己来说更有益。实际上，执着于这样做的想法是阻碍许多人解决问题并采取行动的原因。A 女士想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但她认为向全职工作的丈夫请求照顾孩子是不合格的母亲，感到很抱歉。与 A 女士一起工作的与她母亲同龄的人们都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人，所以她开始认为在孩子独立之前应该忍受不去玩的痛苦。然而有一次 A 女士的丈夫决定调动工作，她的工作也从医院变成了养老院。于是她向年轻的护士们询问了压力释放的方法，结果发现大多数人都说他们会偶尔让丈夫照顾孩子，和朋友一起去吃午餐等等。在新的工作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既然是共同工作，夫妻双方都应该重视自己的时间，这是常识。于是 A 女士鼓起勇气向丈夫提出，在下一个休息日让他帮忙照顾孩子，出去放松一下。丈夫欣然同意，说他可以放松一下。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有时候放下这样做的想法并不一定是不可能的。在新的环境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原来的常识并不适用，而且我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是要勇敢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与伴侣进行沟通，并寻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自己能够做回真正的自己。之后，他能够定期与养老院的同事一起享受美食，这让他感到很开心。他过去一直忍受着不在外面享受生活，直到孩子独立之前，但现在他的生活突然变得充满了定期的快乐时光，不需要因为周围的人说什么而觉得必须这样做。当您放下这样做的执念时，您可能会担心是否会后悔，是否会遇到困难，但实际上与周围不同的选择并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糟糕。换句话说，这样做的执念只是一种妄想，而实际上您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如果你有想要实现的愿望，只要您自己能够满意并坚持行动，就不会轻易退缩。为了避免心灵崩溃和后悔，放下妄想，首先要理解放下妄想的好处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想分享一下作者推荐的放下妄想的好处，一共有4个。好处1，能够自由地生活，不再畏惧他人的眼光。好处2，不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好处3，减少与讨厌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与心情愉快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好处4，不再与他人比较，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的，能够接受这一点。那么您觉得如何呢？接下来我想逐个解释这4个好处。首先，让我们解释一下放下妄想的第一个好处，不再畏惧他人的眼光，能够自由地生活。当我们放下妄想时，我们可以自由地行动，不再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们。如果我们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担心被指指点点，就会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情，一直迎合周围的期望。但是请记住，人生只有一次，即使别人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也可以尝试各种挑战，
比如，有些人在90岁之后才开始使用社交媒体，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并取得了成功。无论别人怎么说，您都可以尝试新的工作，即使是您从未经历过的，无论周围的人怎么想嘲笑您，您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试图阻止您，否定您的想法，但这只是他们的价值观而已。您不必全盘接受他们的意见，但也不必完全忽视。您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当作参考，但最终决定权在您自己手中，因为您的人生是属于您的。接下来，让我们解释放下妄想的第二个好处：不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您不需要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过去，您可能会以自己为代价，忍受不愉快的经历，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解决问题。比如，办公室没有人打扫，您可能会自己带来清洁工具，自己一个人承担清洁的责任。在您一个人忍耐并积累压力的同时，其他人可能会习以为常地期望您这样行事。但是办公室是大家共同使用的地方，如果您提议轮流负责，或者大家一起出钱请清洁工人，都是可以的。重要的是要记住，您不必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压力，您可以优先考虑自己的需求，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这是放下妄想的2个好处。您觉得如何呢？接下来，我将继续解释另外2个好处。让我们解释放下妄想的第3个好处：减少与讨厌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与心情愉快的人在一起的时间。大人们可能会说，与任何人相处都要相处融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您不需要勉强自己与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而是要与对自己有积极影响的人在一起，享受与他们相处的愉快时光。您不必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比如参加公司的聚餐、邻居的聚会或者线上群聊。如果你已经加入了线上群聊，也不必每次都参与其中的对话，您可以选择退出。你无需浪费时间和精力与讨厌的人在一起，而是将这些时间和精力用于与重要的人共度时光。这样做可以大大减轻您的压力，但由于无法做到，所以才会感到困扰。但是与讨厌的人相处并非必须，这只是一种妄想。请记住，您没有必要将宝贵的时间都花在讨厌的人身上，这一点非常重要。接下来，让我们解释放下妄想的第4个好处：不再与他人比较。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就是这样的，能够接受这一点。为了确定自己是否幸福，我们常常与他人进行比较，而且会一直进行下去。无论是与周围的人比较，还是与自己过去的表现比较，这种比较只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即使您的收入比周围的人高，将其作为自己幸福的标准，也会导致您不断地进行比较。然而，与他人进行比较，并不会让您真正感到幸福。您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您不需要与他人比较。请记住，您的人生是您自己的。只要你认为这样就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人们的想法和行为的正确答案有无数种存在，所以我所介绍的内容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唯一绝对的正确答案。如果您记住了这些可以让自己更容易前进的方法，那么从明天开始就可以将其应用到生活中。这本书大致分为以下4个部分。第一个，人际关系问题，例如不必过于友善，不必将自己放在后面，不必让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以及在面对不合理的事情时可以生气。这是放下妄想的好处之一。接着下来是第2个，工作的困扰。书中写到，您不必拼尽全力，不必在当前公司得到认可，不必忍受他人的嘲笑，也不必认为自己必须晋升等等。第3个是个人生活的困扰。书中写到，您可以一个人，不必担心自己说话不好，不必担心没有钱，不必对休息感到内疚等等。第4个问题是家庭和恋爱的困扰。书中写到，您不必非要结婚，不必与讨厌的家人在一起，不必认为夫妻吵架是不应该的，也不必扮演完美的父母角色等等。这本书中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困扰，因此首先让自己感到轻松，然后当你有足够的能量时，实际执行解决方法。希望本期视频能帮助到您，让您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